喂，刘叔，你这鱼都死的差不多了，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我抬抬手收下，10块钱一斤。小子，这可是极品半野生大黄花，市场价200一斤，就是因为你老子的交情，才一直给你家酒楼算的150，从没涨过。这事你做不了主，去问问你爸。闻言，他冷笑一声，一脚踢翻了我的鱼筐。刘叔，现在的你不配见我爸了，人家老李的黄花鱼从来都是30一斤，你坑了我们家这么多年，我爸抹不开面子，我可没这么好说话。今天10块一斤我收了，以后的活鱼我按30给你算。我看他那嚣张的神情，二话没说就指挥伙计搬起鱼桶就走。后来他家因为用死鱼做招牌菜，被顾客砸了店，他爸亲自上门奉上酒楼股份，跪求让我卖他个面子，重新供货半野生大黄鱼。今天我给合作多年的酒楼送黄花鱼，却吃了闭门羹。看着鱼桶里的黄花鱼，有几条已经因为缺氧翻起了肚皮，我心疼不已，忍不住再次催促起大浪潮酒楼的负责人小孙：你快搬进去把氧气冲上，要不这几桶鱼全毁了。或者你给我个准话，这鱼你们如果不要，我现在拉回去也来得及。可他支支吾吾，就是不肯往里搬，也不让我走。刘老板，清蒸黄花鱼是我们店的招牌菜，每天中午都得做几十道，这鱼肯定是需要的，只是老板特意交代过，今天的鱼得他看过以后才能收，我们底下的人不敢私自做主啊。尽管小孙态度谦卑，可他就是站在鱼桶前不肯挪开分毫。小孙说的情况也有可能，有时候酒楼招待重要客户会对鱼的品质有要求，可合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都是挑个头大品质好的黄花鱼送来，哪怕这单我并不赚钱，就冲多年合作的交情和我的信誉，我也从没以次充好敷衍过一次，到头来还是被这样防备。想到这里，我脸色有点难看，焦急地绕着鱼桶走了几圈，反复拨打着酒楼老板罗大山的电话，可无一例外都是无法接通。直到酒楼开始营业，一辆奔驰车停在门口，我才看到罗大山的儿子罗飞舔着个大肚子，慢悠悠地从车上下来。我快走几步，拽着他来到鱼桶前。好在黄花鱼虽然有些缺氧，但鱼鳃还在一张一合，也怪我大意了。以往都是送到就走，月底结账从没遇到过不让进门的情况，所以这次就没有备上氧气筒。大侄子，今天的鱼都是我亲自挑的，每条都有2斤多，绝对的极品大黄花。你看一眼没问题的话，就让人搬进去，不耽误中午的菜。我和他爸罗大山合作了快20年，罗飞算是我从小看大的。小时候他最喜欢拽着我的衣角，央求我带他去我的养殖塘里捞鱼。可没想到罗飞斜睨了我一眼，避开了我拽他衣袖的手。他用脚尖踢了踢鱼桶，因为缺氧的缘故，鱼儿们游得并不如一开始时欢畅。你这鱼都死的差不多了，这种鱼按要求来说是不能收的，可你毕竟叫了我爸这么多年的大哥，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我不能让你白跑一趟。10块钱一斤搬进去吧。小孙答应一声，就要弯身搬鱼桶，却被罗飞伸手拦住。他们是卖鱼的，得依靠我们才能吃上饭，理应送货上门。然后他冲我抬了抬下巴，快搬吧，别耽误事儿。我心中一股怒火涌出，皱眉道：我跟你爸合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这事你做不了主，给你爸打电话让他跟我说，如果这也是他的意思，我二话不说立马就走。虽然罗飞不懂事，可念及他是个孩子，我不跟他计较。何况我跟罗大山的交情远不止卖鱼这么简单。当初我刚开鱼塘，没有半点经验，被人坑骗买了一批劣质鱼苗，鱼还没长到巴掌大小，就死了一塘子。而那时候的大浪潮酒楼还只是个海鲜排档，罗大山也只是个颠勺的小老板。他花了500块买下了我一塘子死鱼苗，做了干炸小黄花，没想到味道鲜美，意外吸引了不少食客。从那以后，黄花鱼成了他店里的招牌，我成了他的唯一供货商。而我拿着那500块重振旗鼓，把鱼塘清理干净，又找了可靠的人带着买了新鱼苗。后来我死磕养殖技术，到处去学习钻研，又引进了不少优良品种，还按照科学配比改善了水质和饲料。渐渐的，我成了海市最大的黄花鱼养殖户，只有我能养得出2斤以上，肉质鲜美的半野生极品大黄花。我感念罗大山当初那500块钱的恩情，总是优先给他供货，并且都是亲自挑选个头大、色泽好的优中之优。关键是价格比给别人的至少便宜2成，多年来从没涨过价。他也靠清蒸黄花鱼这道招牌菜获得了全国厨师比赛的第1名，又靠着这个噱头开了大浪潮酒楼，生意红火，犹如烈火烹油。当初他剪彩时，还是我抱着最大的一条黄花鱼前来庆贺。我们2个捧着鱼在酒楼门口一起合照，照片放大后打印了2张，精心装裱后放在了他的酒楼大堂和我的水产养殖基地。我抬头往酒楼墙上看去，却发现那张照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父子俩的合照，2人都舔着大肚子，几乎溢出相框外。刘刚强，话说的太透就没意思了，人家老李家的黄花鱼从来都是30一斤，这么多年我爸只从你家进货，被你坑了不知道多少钱。按我的意思，根本就不会再收你的鱼，可我爸念及跟你的交情，抹不开面子。今天的鱼按10块钱一斤，
算是给你这些年不老实的一点教训。从明天开始，按30亿斤算，我还可以优先从你这里进货。闻言，我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李勇那小子这几年也在卖黄花鱼，可他的鱼都是我在试验塘里用来研究饲料配比，喂养不当而死掉的鱼。这些年我为了钻研养殖技术，专门搞了几个试验塘，用来研究不同的饲料配方对黄花鱼的作用，因此难免会有死鱼。这样的鱼吃下去没有任何问题，可死鱼只能做成罐头，还必须得用花椒、辣椒等重口味的佐料搭配。若是清蒸，会有一股难以下咽的土腥味。罗非一个顽固的富二代不明白，难道他罗大山也不懂吗？这怕是罗大山自己的意思，用李勇的价格做对比来压我的鱼价。这些年他的酒楼规模越来越大，成了我最大的客户，而罗大山做的清蒸黄花鱼更是远近闻名的招牌菜，食客们不远万里也要来尝个鲜。因为这道菜自带流量，不少美食博主都会慕名前来探店，因此罗大山的名气也就被越捧越高，人啊就这么飘了起来。以往我来送鱼都是罗大山亲自接货，跟我絮叨几句聊聊以往，而最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就连接受电视台访问时，他也是自得满满的说：我太爷爷以前可是御厨，说实话，做菜跟食材关系其实不大，你就算给我根萝卜，我也能给你做出人参味来。想到这里，我再也不想多说一句，指挥着鱼塘伙计跟我一起又把鱼桶抬到车上。这鱼就是放臭，我也不卖它了，我倒要看看他用死鱼能不能做得出招牌菜。我关上车门直接离开，罗非一脸不屑地对着我的车呸了一声。车子快要拐弯的时候，我在后视镜里看到李勇抬来了一个大鱼篓，里面是冒尖的死鱼。罗非点了点头，抬手让人接下了鱼。我前脚走，后脚李勇就来送鱼了。看来罗大山早就想把我给踢出局。31斤的黄花鱼确实是便宜，可餐饮从来都是靠口碑才能立得住招牌。罗大山真的是越活越回去了。我回到鱼塘的时候，鱼桶里的黄花鱼已经因为缺氧全死了。这100来条黄花鱼足足有几万块，就这么没了。伙计正打算按照死鱼的处理流程，把它们倒入粉碎机，制成了鱼饲料，可我却制止了他。这鱼我还有用，我会让他们把吐出来的鱼再给我吃进去。我让他把鱼捞出来，搬到冷库冻了起来。做完这一切，我陷入了沉思。现在我的鱼塘产量渐渐提升，哪怕没有今天的事，我也该想想办法扩大销路了。我拿出这些年赚到的钱，买了几辆液氮运输车，又收购了一家罐头厂。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必因为距离的原因，不敢接外地的订单了。有几家内地的酒楼一直想要让我供货，又因为运输问题一直没谈妥。趁这个机会，我邀请他们来海市玩，顺便让他们参观一下我的养殖基地，签下订购合同。几个老板对着鱼塘里肥硕的黄花鱼赞不绝口。到了吃饭时间，有人提议去大浪潮尝尝远近闻名的招牌菜清蒸黄花鱼，我陪同前往。可落座后，我环顾四周，才发现今天的上座率还不足一半，大多数包间都空着。要知道，以前这里可是一座难求，服务员往往都是客气但高傲的拒绝预定的。我招手叫服务员点菜，来一道清蒸黄花鱼。虽然我和罗大山不合作了，我倒还真想知道他如今是怎么做这道招牌菜的，是不是真的是人参味？服务员小妹面露难色，老板，要不您尝尝我们家的麻辣油炸黄鱼块吧，现在有新品折扣。闻言我冷笑一声，没想到如今的大浪潮都沦落到要用折扣菜品来揽客了。可做餐饮的都知道，当肉类不新鲜的时候，用麻辣和重油遮盖是最有效的。今天我们是特意来吃你们家招牌菜的，不差钱。几位老板也纷纷点头，说慕名而来。服务员只得点头记下。没一会儿，一道冒着热气的清蒸黄花鱼被端上桌，在座的都是餐饮界的翘楚，有不少还是厨师出身。一看眼前这鱼，眼珠凹陷，色泽灰白，甚至有几处鱼皮都没了，大家便都知道了，这怕是用死鱼做的，都迟迟不肯下筷子。就在这时，邻桌传来一声怒喝，一个花格子衬衫的男人直接掀了桌子，叫你们老板出来！我从西北跑了1000多公里来探店，你们让我吃臭鱼，今天你们必须给广大网友一个交代。我看到酒楼经理擦着汗跑了过来，极力安抚。真是不好意思，今天那个送黄花鱼的鱼贩子以次充好，我们酒楼也是受害者。这样吧，我给您这桌免单，还请您帮我们做宣传，费用好说。花衬衫男人冷哼一声，别跟我来这套，我可是著名的打假博主，就因为网上有人说你们用死鱼臭鱼糊弄顾客，我才专门来的。没想到啊，果然被我抓了个正着。我要是跟你们同流合污，我的号还要不要了？他说着就要打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并开启了直播。酒楼经理没办法，打电话叫来了罗非。没过多久，罗非骂骂咧咧的赶到，拿了一沓厚厚的钞票，
这些够了吧？我知道你全网粉丝千万的打假博主，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的，我没得罪过你，你也别跟我过不去。我们的鱼不可能有问题，用的都是刚强瑞产养殖基地的极品黄花鱼，进货价200一斤。闻言，我也没想到罗非竟然这么不要脸。东窗事发后，竟提起了我的水产养殖基地来替他背黑锅。坐在我身边的老板们纷纷看向了我，花衬衫顿时来了兴趣，对着手机屏幕说道：“朋友们，没想到我这一趟还有意外收获啊！居然打1送2。那个刚强水产养殖基地可是全国闻名的黄花鱼养殖中心，没想到竟然会给酒楼冻死鱼。大家想看的扣1，你们感兴趣，我立刻就去养殖基地继续打假。”我打开手机，找到附近的直播，一个几十万人在线观看的直播间里，正是花衬衫的身影。弹幕上纷纷飘衣，大家都在催促他赶紧去。罗非见这一招祸水东引效果不错，得意的笑了。可我自然不会背上这口黑锅。不用去了，老子就在这里，我就是刚强水产养殖基地的老板刘刚强。早在上个月，我就已经停止和大浪潮酒楼合作了。他们现在用的不是我供应的鱼，我以前每次送完鱼都会在送货单上签字，让他们的后厨采购把送货单拿出来，就知道真相到底如何了。花衬衫把目光定格在了罗非的脸上，等他解释，罗非脸色一白。给我们酒楼供货的是李勇，他说他的鱼都是你养殖基地的。我确实卖给过李勇黄花鱼，可我买给他的都是因为饲料配比不当而死掉的鱼，他告诉我那是用来做宠物粮和宠物罐头的。我可不知道他会卖给你，而且我卖给他是10块钱一斤的死鱼价，你凭什么说自己这道菜用的是2元一斤的极品黄花鱼？罗非的脸色瞬间由红转白，肉眼可见的慌了。他把花衬衫拉到一边，讨好着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花衬衫回来了，他对着镜头开口：“宝子们，酒楼老板认错态度还可以，这也有可能是一场误会。这样吧，我把这次的食材实时直播送检留作证据，咱们给他一次机会。我最近在这附近转转，有空了再来查一次。如果他们下次用的不是极品黄花鱼，我们就把证据上交给监管部门，让他们关店倒闭，好不好？”随后，花衬衫关闭了直播，把那叠钞票装进包里，扬长而去。我悄悄打开手机，把这一幕录了下来。超能力让罗非暂时躲过了一劫，可花衬衫为了自己的人设，肯定会再来的。我带老板们去了别的酒楼，他们那里的黄花鱼是我亲自供应的。老板们品尝了货真价实的极品黄花鱼，纷纷赞不绝口，当场签订了订单。我把他们送走后，刚回到了养殖基地，就看到罗大山的奔驰车停在基地门口，保安尽职尽责地把他拦了下来。我们老板交代过，罗家人不得进入。罗大山吃了闭门羹，拿出手机要给我打电话，然而他现在才发现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我拉黑了。我按响了喇叭，提醒他让路。罗大山一回头见到是我，眼睛亮了一下，他扒着我的车窗讨好的笑着：“刚强兄弟，上次都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不懂事儿，你别跟小辈一般见识。你的极品黄花鱼我都要了，多少钱你尽管开价。”他见我脸色不愉，继续陪着笑脸：“刚强，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就当老哥我求你卖我个面子。”我推开他的手：“不好意思，你没那么大的脸。极品的半野生黄花鱼我有很多，但是我就算是放臭了都不会卖给你。”我抬手升上车窗，差点挤住罗大山的鼻子。他摸了摸鼻子，放出狠话：“你还真以为地球离了你不转了？海狮没鱼我就去别的地方买，你怕不是忘了这些年你是靠我才有口饭吃？刘高强，我告诉你，凭我的手艺，死鱼我也能做得出招牌菜。”黄花鱼的鲜美众所周知，可鲜味却是最不易保存的，哪怕我用液氮保存，也还是缺了最能触动舌尖的鲜美。因此我给内地的供货价格上做了让步，加上运输成本，每条鱼只赚10块钱。好在薄利多销，养殖基地扩大了规模，赚的倒是比以前多了。罐头厂开业后，我也不再卖给李勇死鱼，全都自产自销，又是一份收入。罗大山在本地买不到鱼，只能在外地买冰鲜鱼，就连1斤多的普通黄花鱼都要几百块。罗大山每天翘首以盼那个花衬衫再次光临，来为他的酒楼带一波人气。可一连2个多月过去，花衬衫都没有再来。不只是他，我也在暗暗关注花衬衫的行踪。罗大山见那人迟迟不来，就不想花大价钱去买优质黄花鱼了。他再次找到李勇，问他有没有死鱼。李勇则找到了我，他堆着笑脸，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前来。刘老板，您吃肉，好歹给我这种小门小户的顺口汤喝吧。我不动声色地让他把礼品放在地上。李勇面色一喜，赶忙给我倒茶，奉承道：“还是刘老板格局大，和气生财嘛。”我故作为难：“这段时间我也不好过，你不来找我，我也拉不下脸去找你。这不是一耽误，有批鱼被放了几天都臭了，个头倒是挺大，就是不能给人吃，吃坏了肚子可就麻烦了。我正打算5块钱一斤卖给旁边养黄鳝的老孙，送过去让他当腐肉喂黄鳝算了。刘老板您别介啊，这也太浪费了。我有个哥哥是养黑鱼的，你给我吧，我出6块一斤给您收了怎么样？虽说这鱼卖出去做什么用途跟我没关系，可毕竟不能砸我的招牌。
咱们这次签个合同，你写明用途，我才能卖给你。李勇犹豫了一会儿，点头答应。签完字，我带他来到一处仓库，这里的制冷设备陈旧，一进门就闻到了隐隐的腐臭味。这是我特意留给罗大山的大礼，只不过若是罗大山诚信经营，也不会落到这个坑里去。李勇喜滋滋地拉了一车鱼离开，我则派伙计悄悄跟在他后面。他果然拐了弯去了大浪潮酒楼。而我昨天得到花衬衫助理赵和给我的消息，他们明天就会再次来海市打假。超能力不光罗非会使，我也会。罗大山这段时间窝在酒楼早就憋疯了，从昨天开始就又跑到国外去逍遥快活了，手里的钱不花光是不会回来的。而酒楼则又成了罗非在全权负责，可他哪里懂得分辨大黄鱼的好坏香臭。我打开了花衬衫的直播间，只见他换了身行头，再次出现在大浪潮酒楼。服务员，清蒸黄花鱼。花衬衫看也不看菜单，直接点菜，可服务员却说清蒸黄花鱼卖完了，现在只有麻辣油炸黄鱼块。闻言，花衬衫有些无奈，可直播还在进行，只能现场换了菜。没过多久，一盘红彤彤的油炸黄鱼块和一盆飘满了辣椒和麻椒的水煮黄鱼被端上了桌。乍一看色泽红艳，热气腾腾，很是诱人。看着还不错，家人们，看来这家店还是很有诚意整改的。他一边说一边吃，赞不绝口。味道很好，大家可以放心冲。像是为了证实自己说的话，他几乎把2份菜都吃光了，大呼过瘾。留守在大浪潮酒楼门口的伙计告诉我，直播结束，罗非给他塞了个鼓鼓囊囊的包。我录下来了，已经发到了您手机上。我打开视频一看，花衬衫和罗非2个人在角落叽叽咕咕一番。离开的时候，罗非手里的包转移到了花衬衫手上。做得不错，下个月奖金翻番。伙计跟我干了好几年，挺机灵的。我合上手机冷笑，吃了这么多，看待会儿还能不能吐得出来。果然没等到晚上，正在直播打假，鬼称的花衬衫突然倒地。这件事很快被推上热搜，本地的网红博主纷纷转发引流，舆论迅速发酵。我跟着看热闹的人群来到了医院，花衬衫被抢救了几个小时，还是没能避免得了肝损伤，这是不可逆的伤害。花衬衫一脸病容，刚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开了直播。家人们，大浪潮酒楼的黄花鱼是变质的，他们竟然用变质的鱼做菜，这简直就是店大欺客呀！我一定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让他们赔偿，让他们关店。由于花衬衫的煽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食品市场监管局封查了大浪潮酒楼，在后厨发现了许多变质的黄花鱼。同一时间，还有不少当天在酒楼吃过饭的顾客也纷纷发生了食物中毒。好在他们食用的量较少，在医院治疗后没有留下后遗症。他们联名向罗大山与罗非提出索赔。罗大山焦头烂额，压着罗非来医院给大家道歉。他一巴掌甩在罗非脸上，逼着他下跪。你个小崽子，给老子惹下了这么大的祸！爸，我哪知道鱼的好坏？你那几个牌友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偏偏在博主来的前一天把你支走。而李勇又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臭鱼？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咱们这是被人给阴了。罗大山一个机灵，拍了下脑袋。刘刚强，我跟你没完！这一切都在花衬衫的直播镜头里，我全看在了眼中。罗大山找到李勇，让他一起负责赔偿。可李勇不过是个投机钻营的小鱼贩子，哪里有那么多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他滚刀肉般耍起了无赖。罗大山无奈，揪着他来找到了我。反正鱼是从你这里出去的，就该你负责。我猛地上前一步，逼得他连连后退。我当时卖给李勇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了是死鱼，他说买回去喂黑鱼我才卖的，有合同有签名有录音录像。你再这么讹人，我告你诽谤！见状，罗大山和李勇只好悻悻而归。他无奈只得承担起赔偿责任。毕竟李勇送货时，罗非看也没看就签字收下了货。罗大山经过这件事伤筋动骨，把多年的积蓄全都赔了进去，就连大奔都卖了，换了个雪佛兰。不过烂船还有3斤钉，他最有价值的还是大浪潮酒楼。于是他重新掌勺，开始用心经营酒楼。花衬衫拿了巨额赔偿，也松了口，甚至还大度地表示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罗老板多年如一日的秉承初心，这次不过是底下人阳奉阴违，两人在镜头前握手言和了，而我成了罗大山的眼中钉肉中刺。老板，人家都说不敢用咱们家的鱼，怕吃出来事儿。我连忙给合作的饭点老板打电话，却都支支吾吾，最后还是一个相熟的老板给我露了底。刚阳要我说，你不该得罪罗大山，他这些年在海市的餐饮业风头正兴，就算你不跟他合作，也不该结仇啊。现在他要我们都不用你的鱼，还给我们从外地联系了供货商，我们从那里每进1斤鱼，他给我们补1块钱，这钱不钱的倒是无所谓。可要是不听他的，还从你这里拿鱼，他就会让他儿子带小混混每天趁饭点来门口堵着。你也知道，咱们干餐饮的都是和气伤财。虽然那家外地鱼贩送来的黄花鱼是冰鲜的，个头也小一些，但是顾客吃不大出来。何况全市都是这样的，
店里也就跟以前的客源差不多。原来如此，罗大山联合这么多人一起抵制我，怪不得我的鱼卖不出去。幸好我提前铺好了路，内地的那些订单都是按年度签订的合同，他没办法伸手搅和。只不过眼下的困局是，鱼塘里滞留的鱼渐渐多了起来，要是再不想办法，鱼的密度过大会缺氧死亡的。我熬了一个晚上想破局的办法，到最后把目光放到了鱼罐头厂。经过我的设备革新，罐头厂的产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果销路能打开，就可以解决掉这些过剩的黄花鱼。就在这时，网上传来花衬衫塌房的消息，他的助理赵和第一时间联系了我，表示感谢。我混迹社会这么多年，早在上次联系他要花衬衫踪迹的时候就看出来了。花衬衫名义上是打假博主，可一切工作都是赵和在做。两个人当初一起创办了这个账号，现在被花衬衫据为己有，赵和早就心有不忿了。而我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机递上那把刀子。我把花衬衫几次收了罗非钱的视频发给了赵和，赵和则匿名发送给花衬衫的对手博主，又在花衬衫塌房后迅速做出回应，取而代之，他成了新的炙手可热的打假博主。赵和开了直播，把花衬衫这些年对他的剥削和打压一一说出来，账号的热度更盛了。我趁机提出要求，请他为我的罐头厂打了波广告。家人们，我现在来到了刚强水产养殖基地，这是目前全国首屈一指的黄花鱼养殖中心。大家请看，这几个鱼塘里都是2斤以上的半野生极品黄花鱼。请宝子们跟随我的镜头，咱们来到刚强黄花鱼罐头工厂，这里全都是活鱼直接制作，绝对不用冰鲜鱼以次充狗，我们全程无剪辑无打码。我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价，一罐极品黄花鱼罐头不要998，也不要598，今天只要298就能带走一克的黄花鱼罐头，让你在千里之外就能品尝到最鲜美的舌尖至尊享受。刘刚强老板就在我的身边，他承诺今天有首播特惠，买5盒还能送1盒，机不可失。来，3、2、1，上架！直播间里热闹异常，小黄车第一次上架的1万份瞬间被抢空。在大家的催促下，我手忙脚乱的又分别上架了3次。就这，还有很多顾客没买到，只能预定。迫在眉睫的滞销问题得到解决，甚至还要加班加点的制作。我又紧急招聘了100名工人，连轴转的加班制作罐头，等全部安排发货后，才终于能喘口气。我看到账户里的钱，1周的时间净赚1000万，关键是销路被打开，还有很多预定的订单。我的黄花鱼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罗大山的计谋没有得逞，他当初许诺别的饭店每斤鱼贴1块钱，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支应，可经过上次的赔偿，他手里可用的钱所剩无几，现在都是贷款在强撑着。而这段时间他用的鱼质量差，不少老食客吃出来不对味，也就不再光临了。营业额的下降让他入不入出，他直接翻脸，不再给其他饭店贴钱，那些饭店才后悔不已，纷纷上门求我。刘老板，都是我们猪油蒙了心，不应该为了点蝇头小利被罗大山蒙骗。我们还想继续在你这里买鱼，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重新卖给我们极品半野生黄花鱼吧。不少顾客都等着吃这口呢。这些话都是养殖基地的伙计转述给我的，早在他们来之前，我就远远避开了。就这么溜了他们几次后，我才现身。当初你们为了迎合罗大山，好好的合作，说停就停了，你们怎么没考虑过我的死活？现在我的鱼连自己的工厂都供应不上，哪有多余的给你们？我沉着脸，最后在他们的软磨硬泡下，我才答应。极品黄花鱼是没有，极品半野生黄花鱼现在是没有了。活鱼只有1斤多的精品黄花鱼，如果要的话，300元1斤，每人每天限量50斤，还有必须提前预付半年的鱼钱才能拿货，以后自己派人来拉。几位老板思忖几秒钟，纷纷争先恐后的跑去交钱，唯恐落后一步，就连这精品黄花鱼都买不到了。他们订到鱼之后，纷纷在店里打起了招牌。刚强水产养殖基地大黄花鱼到货，清蒸黄花鱼，每天限量供应海市的食客们早就被我供应的极品黄花鱼养刁了嘴巴。如今有了鲜鱼，自然不肯再去大浪潮吃他们的冰鲜鱼。大浪潮的生意一如不如一日，门可罗雀。据说罗大山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车子都抵押了出去，还是不够大浪潮酒店每日的运营成本。他几次换着电话给我打电话，想求我卖给他鲜鱼，可我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直接挂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我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可我知道罗大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这天深夜，我刚从罐头厂视察完，就接到了伙计的电话。老板不好了，我们有一塘鱼全都翻了肚皮。他慌张地向我汇报，我立刻赶回了水产养殖基地，马上关闭大门，把墙上的电网拉上闸。这段时间我总是心里不安，特意让手底下的人留意罗大山和罗非的行踪。就在昨天，罗非和几个小混混鬼鬼祟祟在我的养殖基地外围开着车转圈，我叫保安加强了巡查，可现在还是被他钻了空子。
给我的鱼塘投了毒。这一塘子鱼少说也有几百条，那可是几十万的损失。不过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路上的车辙只有一道，说明他们现在很有可能还在养殖基地里面，那就让我给他来个瓮中捉鳖。我让保安全部就位，打开探照灯，养殖基地瞬间亮如白昼。我带领着一群人从养殖场的四周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寻，终于在一处废弃的浅塘里发现了罗非和他几个喽啰的身影。在我的逼迫下，罗非站起了身，他被淤泥糊了满身，分外狼狈。刘叔，我一时鬼迷心窍，求求您饶了我吧。他打着滚爬到我面前，苦苦哀求。小子，你今天犯的事儿可不小，你是自己主动来的，还是有人指使？这主犯和从犯的罪名可是不同的。是我爸指使的我只是听他的话办事，我是从犯。我冷笑了一声。那待会儿警察来了，你知道该怎么说吧？其实从一开始被罗非刁难，我就知道幕后是罗大山的主意。他赚钱后渐渐膨胀了，眼高于顶，就连我们多年的交情，他也开始认为是我依附于他才有饭吃。可只有我知道自己为这个养殖基地付出了多少心血，才有了黄花鱼养殖大王的称号。所以当初在他的处处打压下，我并不买账，因此引起了他的记恨，想要借李勇的死鱼给我个下马威。没想到到最后落败的是他自己。记者到来后曝光了罗非，又在罗非的指认下堵住了罗大山。经过发酵，罗大山和罗非的恶劣行径曝光，臭名远扬。餐饮协会对他们下发通报，由于我的应对得当，没有造成更大影响，他们父子俩彻底沦为了海市餐饮街的过街老鼠。我顺势向罗大山提出了全资收购，要求他折抵我的全额损失，低价转让，共计200万元。他崩溃，只得把大浪潮酒楼卖给了我。我接管了大浪潮酒楼，把他的亲信都开除掉，自己重新招聘。我花重金聘请了厨师大赛新一届的冠军，他当时的获奖感言和我的理念相同，食材是一道菜的灵魂所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几年后，刚强酒楼成了海市首屈一指的饭店，我又开了几个分店，严格要求活鱼的供应，承诺绝不卖死鱼。新一年的企业晚会上，我获得了良心企业家奖。颁奖典礼结束，我走在海边想散散酒气，一抬头看到不远处有个小排档，有个佝偻的身影在摊子前陪着笑脸招揽顾客，却连连遭到拒绝。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他回过头看向了我，竟然是罗大山。老头子今天又没赚到钱吗？一个凶狠的声音把他唤了回去，他来不及阻拦，就被罗非粗暴地翻遍了排档的抽屉，拿走了几张零零碎碎的钞票。在罗非的逼迫下，他又拿出手机给他转了账。都怪你当初非要跟人家刘老板过不去，要不然我现在还是富二代呢。赶紧揽客，明天我来的时候你再用这点钱打发我，你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罗非骂骂咧咧地把罗大山推搡在地，扬长而去。在罗大山祈求的目光中，我转身离开。人有时候千万不能自视甚高，他就是当年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一阵海风吹来，我